李傕和郭汜发生了内讧，长安城的宫殿也被烧毁，导致汉献帝居无定所。在各方势力的掺和下，大臣们的保护下，汉献帝离开了长安城，一路历经艰险，颠沛流离，终于到达了残败不堪的洛阳城。那么，汉献帝是如何逃离长安前往洛阳的？一路之上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傕和郭汜乱政及汉献帝颠沛流离。194年正月16，朝廷为14岁的汉献帝刘协举行了加冠礼，可朝政依然由李傕和郭汜把持。李傕经常在家里大摆宴席，邀请郭汜前来饮酒。郭汜喝醉后就直接住在了李傕的府上，长此以往，他的妻子就受不了了，担心李傕给自己的老公送婢女，于是便准备挑拨俩人的关系。有一天，李傕给郭汜送来了酒肉，郭汜的妻子就把菜里的豆豉说成是毒药，并且说了很多李傕的坏话。郭汜便渐渐起了疑心，但依旧和李傕一起喝酒。过了几天，郭汜再次喝醉，一进家门就开始呕吐。他的妻子立即哭着说：“我给你说了多少遍，你就是不听，现在果真中毒了，可如何是好？”郭汜听完后也感到害怕，连忙让妻子想办法。他的妻子便拿来了大粪汁让他喝下。郭汜保命要紧，只能将大粪汁喝了下去，一阵恶心后，将胃里的东西都给吐了出来。经历了这一番折磨后，郭汜愤然地说道：“我和李傕共同举兵，奈何他想害我？如果我不抢先动手，还能有活命的机会吗？”于是他便率兵攻打李傕。李傕得知后更是怒不可遏，立即出兵抵抗。至此，两人彻底翻脸，一连打了几个月，死伤了上万人，可谁也战胜不了谁。汉献帝多次派人去调解，但双方都不肯听劝。195年3月，杨定与郭汜合谋，准备劫持汉献帝。然而消息泄露，李傕抢先下手，将刘协迎到了自己的军营。汉献帝离开皇宫后，李傕派人将皇宫里的金银财宝以及妃妾宫女全都搬到了自己的军营。更可恨的是，他还放火烧毁了宫殿。至此，董卓毁掉了洛阳城，李傕烧毁了长安城，汉献帝从此便没有了栖身之所。大臣们得知皇帝被劫持后，纷纷地跑到郭汜的军营来劝和，结果全被郭汜给扣押了。至此，李傕控制了皇帝，郭汜控制了大臣，这样的朝廷真可谓是千古奇谈了。4月，李傕联合了羌胡兵，准备攻打郭汜，可还没等他们动手，郭汜就策反了李傕的部将张苞，然后趁夜出兵。张苞命人打开营门，郭汜的大军进入后，弓弩齐发，结果射中了李傕的左耳，血流如注。幸好杨凤及时赶来救援，才挡住了郭汜的进攻，连忙带着刘协逃到了北坞。士臣们饥饿难耐，汉献帝便请求李傕，希望他能送来5斛米和5具牛骨。然而李傕却只给他送来了几具发臭了的牛骨。就在李傕和郭汜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镇东将军张继从陕县来到了长安，给出了一个能调停他们之间矛盾的办法，那就是让他们俩谁也别惦记汉献帝，让刘协前往自己的弘农郡。汉献帝一直想回洛阳，只要能到达弘农郡，就离洛阳不远了。于是他便派人去说服李傕和郭汜答应张继。前后商议了10多次后，李傕和郭汜终于同意和解，并许诺让各自的儿子到对方的军营里去当人质。然而由于李傕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儿子，最后只能改为交换女儿为人质。7月，汉献帝终于离开了长安，准备前往弘农郡。当天夜里，他们便到达了霸陵，张继为百官提供了丰富的饮食。之后，张继回到了陕县，李傕率军前往池阳，郭汜则跟随汉献帝东归。可刚走不久，郭汜就后悔了，一旦汉献帝到达了弘农郡，他就彻底失去了权力。于是他建议汉献帝前往高陵，可刘协却说祖宗的陵墓都在洛阳，而且母亲的陵墓修好后他还没去看过呢。说完他便开始绝食。郭汜见汉献帝如此坚决，只能改变主意，同意他前往附近的县城。8月初6，汉献帝的车驾到达了新丰。郭汜再次作乱，他命人趁夜放火，威逼汉献帝听他的指挥。
杨定和董承等人得知后，准备将汉献帝转移到杨凤的军营，然而却遭到了郭汜部将的阻拦。杨定等人只能率军迎战，斩首了5000余人后，郭汜只能率军败走。10月初5，车驾到达了华阴，段威携带着物资前来迎驾，请求刘协前往他的营寨。然而，由于杨定和段威有仇，便指使人劝说汉献帝，说段威意图谋反，千万不能去。可太尉杨彪、司徒赵温、侍中刘爱、尚书梁绍等人都表示段威可靠，愿意拿性命担保。于是汉献帝便准备进入段威的军营。这时董承和杨定又诬陷说，郭汜已经率领着700骑兵进入了段威的军营。刘协将信将疑，只能下令让车队停在路边休息。10月初时，杨定和董承等人请求皇帝下诏，准备攻打段威，可汉献帝没有同意。于是杨定等人便擅自做主，派兵攻打段威。然而连续攻打了10多天，却无法攻克，而段威一面应战，一面依旧侍奉百官，始终并无二心。这时司隶校尉荣绍认为，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返回洛阳，不应该继续攻打段威。于是汉献帝下诏后，杨定等人才不得已奉诏回营，率军继续东行。可这时李傕和郭汜都后悔让刘协东归了，于是他们以救援段威为由，引兵前来追击。11月初3，汉献帝的车驾到达了弘农县。张继让汉献帝停留在弘农，但杨凤和董承不同意，建议让汉献帝继续东归洛阳。于是张继和李傕联合，准备强行劫持汉献帝，双方在弘农的东涧展开了激战。结果汉军大败，百官和士卒死伤无数，女眷、辎重以及皇室的各种器物和典籍也全部丢弃。之后他们逃到了曹阳。杨凤和董承等人假意请和，却在暗中派人前往河东，请求白波军和南匈奴的支援。白波军和南匈奴的数千骑兵赶到后，联合起来攻打李傕，斩首了数千人后，车驾才得以继续前行。然而没走多久，李傕再次追来，汉军再次大败。李傕和郭汜的士兵绕着营寨大声呼喊，众人都非常惶恐，有人便建议汉献帝乘船前往孟津。可太尉杨彪说，他就是弘农本地人，此处往东有36个险滩，非常的凶险，切不可让陛下冒此风险。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从这里渡过黄河，前往河东郡。之后派人去对岸准备船只，并约定举火为号。船只准备妥当后，汉献帝便带领属下来到了黄河边上。可是此处岸高10余丈，根本无法下去。校尉尚弘只能用细绢把汉献帝背在身后下岸，其余人也用绳索划下。到达河边时，士卒们争先恐后的登船，一度失控。董承和李乐便用兵戈击打士卒，斩断的手指落在船上，已经多到能用手捧起来了。最终汉献帝刘协、伏皇后、宋贵人以及杨彪和董承等数十人登上船，渡过了黄河。过河后，他们前往河东郡的大阳县，居住在李乐的军营中。之后他们来到了安邑县，河东太守王毅携带物资前来迎驾。汉献帝派人返回弘农郡，向李傕和郭汜请和。李傕见事情不可逆转，便答应和解，释放了百官和宫女，以及车驾和器服。此时汉献帝居住在棘藜之中，门窗都无法关闭。皇帝与大臣们商议国事的时候，士兵们就爬在篱笆上观看，还大声地说笑。跟着皇帝过来的人都自持有功，要求封赏，结果医师和士卒都被封为了校尉，御史连印章都刻不过来，诸将便自己刻章，乱写乱画。此时上下混乱，粮食殆尽，杨凤和董承等人便准备护送汉献帝前往洛阳。不久后，河内太守张扬从野王赶来护驾，然而却再次发生了内斗。董承和张扬决定护送刘协回到洛阳，而杨凤和李乐却反悔了。相互猜疑之下，张扬便返回了野王。2月份再次发生内斗，白波军的韩先率军攻打董承，董承逃到野王去投靠了张扬。随后韩先屯兵于闻喜县，杨凤和胡才准备前去攻打，在汉献帝的及时制止下，才避免了刀兵相见。5月，汉献帝派人说服了杨凤和韩先等人，车驾才再次出发，准备前往洛阳。
6月，车驾到达了闻喜县。这时，杨凤和胡才再次反悔，他们与李乐商议，准备带着汉献帝返回眉县，但汉献帝不同意，他们只能让车驾继续东归。张扬也再次从野王前来迎驾。7月1日，颠沛流离的汉献帝终于回到了洛阳，居住在以故中常侍赵忠的家里，让张扬负责去修缮宫殿。张扬以自己护驾有功，宫殿修成后，便将殿名命名为阳安殿。8月8日，刘协进入了南宫的阳安殿。可此时，洛阳城其他的宫室都被董卓之前给烧毁了，百姓也迁往了长安。官员们到达这里后，非常的饥困，只能在墙壁之间避风。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只能亲自外出采摘野生的稻谷充饥。在此期间，有人饿死在墙壁之间，有人被厉兵杀害，非常的悲惨。而韩先等人仗着护驾之功，肆意妄为，胡乱干政。董承深以为患，密诏兖州牧曹操前来救驾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曹操是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？具体过程是如何实现的？其他诸侯为何不迎天子呢？之后他又是如何将天子从洛阳迁往许县的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及汉献帝迁都许县。上期讲到，由于李傕和郭汜乱政，汉献帝离开长安，来到了残败不堪的洛阳城。在此期间，沮授给袁绍建议说，将军世代为朝廷重臣，如今天子落难，你应该将他迎来邺城，从此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袁绍听后深以为然，便准备听从。然而郭图和淳于琼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他们表示，如今汉室衰弱，群雄争霸，如果把天子迎来，凡事都要听从天子的旨意。你如果听从，就没有了自己的权威；如果不听，就是抗命，因此甚为不妥。袁绍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便放弃了迎接天子的打算。196年7月1日，汉献帝终于回到了阔别5年之久的洛阳城。离开时他还只是个10岁的小男孩，如今已经是16岁的少年了。可是他走后不久，董卓就放火焚毁了洛阳城里所有的皇宫和民舍，并把百姓也强制迁往了长安。此时回来，洛阳城已经是残败不堪，了无生烟了。各州郡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争抢地盘，根本没人顾及天子，也没人给他进贡，导致跟他前来的官员们只能在残垣断壁间搭起窝棚居住。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只能外出采集野果和野菜充饥。在此期间，有人因为饥饿而死，有人被厉兵杀害，无不悲凉。8月10日，汉献帝封赏功臣，拜张扬为大司马，韩先为大将军，杨凤为车骑将军。之后，张扬率军返回了河内郡的野王，杨凤则前往梁地驻扎，只有韩先和董承留守洛阳，守卫皇宫。他们4人虽然都是保卫天子东归的功臣，可相互之间却不停地勾心斗角，争名夺利。当洛阳城里只剩下韩先和董承的时候，韩先居功自傲，为所欲为。董承无奈，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势力，于是便秘密地联络了曹操。此时的曹操刚刚打败吕布，平定了兖州。之后他采纳了荀彧的建议，放弃攻打徐州，逐步蚕食豫州。豫州名义上是袁术的地盘，但他身处寿春，已无力管理。于是曹操便占领了豫州的陈国，袁术任命的丞相袁思投降。随后又陆续的攻破豫州的郡县，将大军驻扎在许县。收到董承的密信后，他立即与诸将商议。诸将一致认为，我们虽然占据兖州，但势单力薄，如果将天子迎来，那么天子身边的重臣就会成为累赘，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制于天子和重臣。何况连占有4州之地的袁绍都避之不及，我们刚刚平定兖州，豫州还未平定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是无法掌控朝堂的，因此不建议迎接天子。这时荀彧则对曹操说，天下大乱之时，将军率先起兵，虽然没能击败董卓，但你忠于朝廷，心系天下。现在天子蒙难，将军应该奉迎天子，从而顺从民望，折服群雄。如果不能及时匡扶汉室，则天下将再生叛离之心，为时晚矣。曹操听后深以为然，便听从了荀彧的建议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洛阳。
随后，洛阳城里的一郎董昭成为了促成此事的最大功臣。董昭自贡人，基阴郡定陶人，即今天山东菏泽定陶区人。他之前是袁绍麾下的谋士，在袁绍与公孙瓒的战斗中立有战功。但由于他的弟弟董昉在张邈的手下做事，袁绍与张邈交恶后，便开始怀疑董昭的忠心，这让董昭非常的不安，于是便离开袁绍，投奔了张扬。张扬率军迎接汉献帝的时候，董昭也一同随行，之后被拜为议郎，待在了汉献帝的身边。当他得知曹操派遣使者前来的消息后，认为杨凤会成为曹操的障碍。杨凤虽然兵强马壮，可他缺乏外援，因此如果曹操能联合杨凤，则大事可成。于是他便以曹操的口吻给杨凤写了一封书信。他说：“我早就仰慕将军的大义了，你排除万难，奉迎天子返回旧都，辅佐之功无与伦比。现在群凶扰乱中原，四海不得安宁。作为臣子，关键在于辅佐天子，因此需要吸引众贤才，共同整顿朝纲。将军作为朝廷的首脑，我愿做你的外援。将军有兵马，我有粮草，你我应该互通有无，同心协力，辅佐天子。”杨凤接到书信后非常高兴，对各位将军说：“兖州的军队驻扎在许县，他们有兵有粮，朝廷就应该依仗他们。”于是他联合大家一同上表，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、废亭侯，另外举荐董昭为符节令。8月，曹操接到汉献帝的诏书后，决定亲自前往洛阳去拜见汉献帝。拜见完天子后，他便采取了拉拢杨凤和董承，打击张扬和韩先的策略。他上奏汉献帝，建议追究韩先和张扬的罪过。韩先得知后害怕被杀，只身一人逃出洛阳城，去投奔了杨凤。汉献帝念其有护驾之功，下诏不予追究。8月18日，汉献帝下诏任命曹操兼领司隶校尉和录尚书事。接着，曹操宴请董昭，并向董昭问计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。董昭说：“你朝拜天子，辅佐王室，这是可以与春秋五霸相媲美的功绩。可诸将人心各异，未必肯服从于你。如果你留在洛阳辅佐天子，情势将对你不利，所以你只能转移圣驾，前往许县。”曹操忧虑地说道：“我的本意也是如此，可是杨凤驻扎在梁地，听说他的军队非常精锐，他会成为我的隐患吗？”董昭回答说：“杨凤没有外援，所以他肯定愿意与你结交。之前皇帝封你为镇东将军和废亭侯，都是杨凤举荐的，因此你应该立即派人送去厚礼，以表答谢，从而稳住他。然后你告诉他，由于洛阳缺少粮食，所以你准备将天子暂时移到鲁阳，鲁阳距离许县较近，运送粮食能够便利一些，天子以后也就不会再缺粮了。杨凤为人骁勇少谋，肯定不会生疑，使者往返期间就可以将后事安排妥当。这样一来，杨凤还能成为你的隐患吗？”曹操听完大喜，立即按照董昭的建议，给杨凤送去了书信。8月27日，曹操率军护送着汉献帝离开了洛阳城，出城后向南行走，之后突然向东转向，越过还原关，一路向东前往许县。消息传到梁地，杨凤大惊，知道自己被曹操给骗了，立即率军追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曹操护送着汉献帝顺利地来到了许县，随即宣布定都许县，并在此设立宗庙社稷。随后，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，罢免了司徒淳于嘉、太尉杨彪以及司空张喜3位重臣。10月，杨凤的军中开始缺粮，他便与韩先等人率军南下，准备前往定陵去抢掠粮草。曹操得知后，立即派军西进，一举端掉了杨凤在梁地的大本营。失去大本营的杨凤和韩先只好逃往寿春，投降袁术去了。曹操此时虽然控制着天子，还给自己封了大将军，可他毕竟势力单薄，心里没底。最让他担心的便是袁绍。袁绍和曹操从小就是好友，曹操的父亲做过3公之首的太尉，袁绍的家族是43公，因此2个公子哥从小就认识，而且关系要好。他们从小一起上太学，长大后一起当官。汉灵帝设置西园8校尉的时候，2人都是8校尉之一。
董卓乱政之时，他们共同起兵讨伐董卓。可此时两人的实力悬殊非常大，曹操只占据兖州，而袁绍则占据了4州之地。他从韩馥的手中夺取了冀州之后，封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，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滨州刺史，一人独占4州，无疑是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。于是曹操为了试探袁绍，便以天子的名义下诏斥责袁绍，说他地广兵强，却一味地树立私党，擅自攻伐，天子蒙难之时不肯勤王，不是忠臣所为。袁绍接到诏书后，并没有迁怒曹操，而是连忙上书为自己辩解，将自己标榜为心向朝廷的忠臣。10月，汉献帝下诏任命袁绍为太尉，封叶侯。这次袁绍勃然大怒，对使者吼道：“曹操荥阳战败，投背于我，之后我让他当了东郡太守。吕布偷袭兖州之时，我让他把家眷送来邺城保护。现在他竟然不记我的恩情，竟然敢拿天子来压我。他自己封为大将军，封我为太尉，你回去告诉曹操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”使者返回许县后，荀彧便劝说曹操，现在还不是和袁绍翻脸的时候，不如就将虚名让给他算了。于是曹操再次派出使者，以天子的名义拜袁绍为大将军，他自己则改封为司空，行车骑将军事。从此他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这一年曹操42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